你们还真是锲而不舍呀！拿钱干活，自然得想尽办法要你们的命。上！将军，你们在这里等了我这么久，可知我为何要绕道去林家？找救兵。那你知道我救兵是谁吗？救兵是谁还重要吗？既然都来了，就快出来吧，我受不了了！光明王怎么说？让咱们死守阵地。死守啊！再守就真的死了。粮食还有多少？少吃点儿，还能撑3天。但已经有士兵因为粮食分配的不够打起来了。都什么时候了，还内乱？等等，你也快从粮库里弄一批粮食藏起来，有备无患，再派人速去布卢村求援，就说我们撑不住了，快！明白。若鲁地攻陷了孙氏，那接下来危险的就是龙族的门罗和地人族的鲁邑。咱们在这布卢村紧张备战，没想到这鲁地啊，不敢来了。不是不敢，他这个策略确实比强攻好很多。再说，就算现在鲁地强攻布卢村，那咱们也不一定守得住啊。大人，孙氏再次派人来报，他们已经抵挡不住了，请求增援。他们粮食还够坚持几天？3天。是。防守战各部族经验都不足，虽说粮食还有3天，但是我怕他们1天都坚持不住。如果鲁地只是佯攻，我们现在调兵出城被他们偷袭的话，就得不偿失了。可再这么下去会出乱子的。让古烈继续佯装光明王，骚扰鲁地后侧。先按兵不动，等大人回来。前线阵地要是丢了，布卢村就危险了。大人，一支疑似光明王的队伍与我后方军交战，是否调兵支援？光明王当我是3岁小儿吗？这定是他的疑军，声东击西，就是为了让我们放弃进攻孙氏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什么？说明我们的策略奏效了哟！抓住小股敌军猛打的方式是对的。我就说这光明王不过如此。我料他联盟军主力不过几千人，必不敢出城与我军决战。传令下去，继续进攻孙氏。今晚我就要扒了他的人头。大人，大人，快撑不住了，鲁地要打进来了！这么快？粮食藏起来了吗？啊！传令，我们撤！哎，妈呀，这个鲁地学精了，骚扰战不好使了。回来的正好，孙氏逃了。什么？他不还剩3天粮草吗？我们也是刚接到消息，现在鲁地已经占领了孙氏的营地，向东而走，估计就是追击他们。你现在赶紧带人去接应他们。妈的！快！走！大人，前面就进入山林了。山地对我军不利，而且这里树林茂密，恐怕藏有伏兵。不用追了，返回营地。就用这个办法，把布鲁村外远州人的营地一个一个的拔掉。我看看到时候还有谁能够援助布鲁村。
你们舒舒服服的躲在这里，对我们指手画脚，只需要说什么死守。你知道我有多难吗？你知道我们有多久没吃过一顿饱饭了吗？为什么迟迟不给我们送粮？光明王呢？我要见他。光明王，你出来！光明王，光明王受了风寒，正在休养。对，病了。选他当我们领袖，是为了让他舒舒服服躺在床上睡大觉的吗？当然不是。你终于肯出来了。你的话我都听见了，而且确实说得对。喏，我知道你们在前线浴血奋战很辛苦，所以我让罗杰特意扛了粮食回来犒劳你。罗杰，进来。打开。哎，看到了吧？到时候我会让人把这些全部送到你那儿去。此话当真？当然是真的。而且我可以向你保证，我会生擒鲁地，为你们报仇。好，那我就再信你一次。哎，我一会儿送给你啊。头儿啊，你真回来了。我们有粮食了。哪有什么粮食？头让我装一袋的土。不过粮食确实是有的，我已经让古雷去接运输队了，不日即到。这个鲁地真是麻烦，跟打地鼠一样，这些日子就没断过。这个鲁地还真是锲而不舍，不错。他这次是尝到甜头了，那我们怎么办？打回去吗？不，我们撤退。撤退？好不容易占领的地方，拱手相让吗？我们跟他们打游击。这个鲁地既然想做地鼠，那我们就做苍蝇，看谁烦。大人，我们兵不血刃，让联盟军啊，简直溃不成军，早就已经心理崩溃了。我怎么总觉得哪儿不对劲儿啊？好像之前每次跟光明王交手都有这种感觉。报告大人，各部一定四处攻占营地，未有阻碍。只是什么呀？只是我们有几支巡逻队被人偷袭，死了40-50个。多少人？40-50个。无妨，待明日我们再报复回来。大人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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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各处探子来报，出来了很多联盟军，深谙地形，也不与我们纠缠，每杀50几个人就跑。这么一天下来，我们已经死了上千兄弟了。所有部队绝不可恋战，杀够50人就跑。这样一天算下来，鲁地的人至少要损失上千个人。可这个鲁地有数万兵啊，这么杀，得杀到什么时候？况且，鲁地也不会天天被咱们这么杀呀。放心吧，鲁地现在比我们着急。我明白了，他是想一口一口的把我们吃掉。此事万不可掉以轻心，这一定是光明王的诡计。如此战力，如此手段，光明王一定是派出了他的主力部队。鲁地现在最想知道的是我们的主力在哪儿，因为他觉得以他的实力，能够轻而易举地把我们的主力灭掉，且一劳永逸。就由此，我们便告诉他，我们的主力在哪儿。还有，要加强防备，争取破坏他们的情报系统。我们速战速决，直接上其七寸，万不可让光明王的诡计得逞了。怎么能让他知道咱们的主力在哪儿啊？光明王啊，光明王在哪儿，主力就在哪儿。这个鲁地，不就是最喜欢光明王吗？
大人，我们的部队在山林附近遭遇突袭，敌军源源不断，难以判断数量。这段时间我们遇到的都是小股队伍，这次突然增兵，看来必是光明王的主力无疑了。很好，让福哥带一半的队伍追剿敌军，其余的留守大营。报！大人，东北方向又出现一支敌军，这支很可能是对方驻守布鲁村的主力。凭什么说他们是主力？光明王亲自上场杀敌了。这边的山地，分明是更适合隐藏主力。这分明就是个陷阱。告诉全军，不要管这支队伍，继续追击大部队。是。老大，鲁地的队伍没有向我们靠近，还在追击山林里布森的下落。很好，咱们接着休息，一会儿继续演。是。报！大人，不好了！我们追击的队伍在进入山林之后，立刻四散逃匿了。这个光明王又来耍我！而且，刚刚东北方向出现的那支队伍，又前进了10里，还一边前进，一边敲锣打鼓。打！给我派人过去，按住这支队伍，往死里打！是。大人，您别动怒啊！现在山林附近又有一支龙族的队伍出现了，但是不能判断出哪支才是真正的主力。龙族带的什么武器？统一装备长枪，还带有弓箭。兖州资源匮乏，只有少数士兵才能装备长枪弓箭。光明王一定以为我会冲动行事，竟用敲锣打鼓这种低劣手段，只是虚张声势，实则是为了隐藏他主力的真实位置。差点又上了他的当。福哥，你亲自带上一半人马，追击龙族。是。老大，鲁地这一次派人追击龙族去了。哎呀，这个鲁地真是很聪明的踩在我的每一步上。哎，侯杰，跟大家说穿戴整齐，准备打架了。头，咱们真的打，不过不是跟鲁地打，现在跟他打会被他打死的。不跟鲁地打，咱跟谁打？你们这群废物，连主力在哪儿都不知道！我要杀了你，然后再杀了他！大人，山林这次出现了好几支队伍，光明王也在其中，这次一定没错的。你之前不是说光明王在敲锣打鼓吗？那边果然是假的！传令全军，积极集合！我要拔了光明王的脑袋！老实点，跪好了。哼，这个鲁地的营帐还是挺气派的，就是脾气差了点儿。这么好的东西就摔坏了，哼，可惜了。大人，头，粮食已经打包好了。欢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，又到了该说再见的时候了。不过，我可以送鲁地一个小礼物，他肯定会高兴的。大人，
们的营地被袭击了。你说什么？营地被袭击了。大人，清点完毕，咱们的粮食器械被光明王抢光了。报！大人，远州联盟军穿过了山林，进入了怀罗平原，看情况应该是永丰邢台。派人通知永丰、塔林、亚速达邢台的守军，有敌来袭，快！是。大人，大人，别生气啊！欺人太甚！啊，好，大人不哭啊，不哭啊啊！哎，大人，咱不哭啊，不哭啊！塔林总督，亚速达总督，两位兄弟，不妨先冷静一下，起来再说。大人，我们根本来不及防御呀！没想到他们突然就出现在了亚速达城外，到处都是他们的人。我刚接到偷袭的消息，紧接着就听到了城门被攻破的声音呐。我们塔林也是一样，还好大人的传信兵及时赶到，不然我们俩就和永丰邢台总督一样被乱军给杀死了。你也歇会儿吧。你们辛苦了，回去休息吧。大人，大人，求您一定要替我们报仇啊！大人，站！光明王！来把手！哎，发了！哎，哥，咱这次可赚大发，这么多粮，咱们以后再也不怕各部找咱们要粮了。他们估计正在忙着打扫战场呢。接着，这一仗，邢台、城池、军需，我们想要的、需要的都已经到手了。而且鲁地经此一仗，估计已经元气大伤，短期内对我们不会有任何行动。帝都的粮食也已经送到了，终于可以缓一口气了。当初秀哥哥也是这么过来的吗？每个习武之人想要成为高手，都一定要忍受常人所不能忍受的痛苦。扎马步不过是第一步。我以前还老觉得他天生就这么厉害，没有想到，没有人天生就厉害，你也一样，不是天生就是一个继承人。不过你终将变得合格，只是这个过程比起枯燥乏味的扎马步，可能会更煎熬。殿下，马嵬差使求见。歇会儿吧。哦。自从上次遇袭，我总想着送殿下一件防身的武器，这是我请全城最好的工匠为你量身定制的。这个弩线，试试。
还挺有分量。我教你。双脚站稳，手臂抬高，手指虚大。中了，挺有意思啊。谢谢你。殿下不必客气。弩是好弩，只可惜马公子是个文人。礼物送到，我就不打扰了。改日再请殿下往郊外试弩。殿下，我拿下去帮你好好收着吧。李青姐姐不喜欢的，我也不喜欢。一把弩而已，我有什么喜欢不喜欢的？我说的不是弩。马嵬与我不过是普通人，他是殿下的朋友。我呢，从小没有什么朋友，谁是真心待我，我是知道的。那我们继续练吧。哎，听我说啊，这一仗我们得到了不少物资啊！没错，这次光明王真是让我们大开眼界呀！我们连鲁地的面都没见着，但是想得到的东西都得到了。我还真没想过啊，仗还能这么打呀！所以啊，记住了，不能跟他们硬碰。这个鲁地你们也知道，虽然有些愚钝，但是他手下的将士都身经百战。说得对，如果硬碰的话，肯定会两败俱伤。对对对。所以要是想打胜仗，就必须得运用战术。可惜啊，远州之前一直都被奴役，我们根本没有机会学习这些东西，导致我们很多地方确实不如北族啊。的确如此啊。之前打人未归时，鲁地进攻蛇族阵地，那个孙石明明还剩3天的粮草，可结果呢？不出半日，阵地没了。这也不能怪他呀，蛇族士兵的素养确实不如北族。可是我们现在有光明王啊，如果光明王能把战术教给我们，我们学会了，就能更好的保护我们远州，对不对？对，说得对啊！我们的体力远胜于北族啊，若是能学会运用战术，北族肯定不是我们的对手，对不对？对。光明王，光明王，光明王，光明王！对，说的有道理。那就这么办。好。刚刚说的这些方法，全都是边走边打，也就是常说的游动攻击。记住这几个战术的要点：出其不意，攻其不备，以小博大，还有以逸待劳。总之，就是要把敌人玩弄于我们的股掌之中，让他跟随我们的脚步进行战斗。这样的话，我们就可以把胜利牢牢把握在自己的手中了。说的有道理啊。
认真听。这个打仗啊，一定要切记，赢了别骄傲，输了别烦躁，千万别冲动。脑子是个好东西，打仗的时候一定要带着啊。下课。经过这一系列的计算，咱们可以得到什么呢？咱们可以得到咱们的胜率有80%，这已经是极高的胜率了。如果这个时候咱们主动出击，那么咱们赢的可能性就会极大。如果这个结果低于50%，那你们每一个人都得给我仔细的想一想，到底值不值得出击。值得还是不值得呀？好问题。如果你们贸然出击，形成了被围困的局面，恰巧这个时候粮食又不足，那么这个时候粮食的合理分配问题就变成了至关重要的问题。明白了吗？我再讲一遍。懂了，听懂了，听懂了啊！你们想知道有没有什么必胜的诀窍吗？当然了，我的答案肯定是有的。像我打了那么多仗，从来没输过。今日我就把这个必胜的秘籍教给你们，你们想不想听？想。大点声。想。这个秘籍就是打不过就跑。别让别人有赢你的机会，这样就不会输了。不输就意味着必胜。我说的难道没有道理吗？啊！老德伦啊，你说我说的有没有道理？仔细想来，是有道理啊。布森，你觉得你能打得过我吗？能啊。行，那我跑，我就不会输了。1、2、3、好，非常好。光明王，我来看看啊。哼，这么有劲儿呢。前2天是不是换湿疹了？要不要试试这个？您怎么知道的？嘿，光明王大人，他有湿疹，您都知道？我不光知道他，我还知道你。你这几天得多吃一点呐，拉肚子拉脱水了吧？你试试这个，调理一下。谢谢光明王大人，谢谢光明王大人。不用，接着练。提起精神，继续操练。你怎么知道他们湿疹拉肚子？这药看上去也不像是随身携带的。跟了我这么多年，你还不了解我吗？我是一个多么体恤下属的领导。其实呢，除了这个游击战术以外呢，还有比较简单通俗易懂的方式，还有这个迂回战术啊、追击战、突击战等等。你是不知道，昨晚我上茅房就没出来过。我真的是一个完美的领导，深入其中了解他们每一个人，想其所想，办其所需。上我的课还敢闲聊天，找死啊！6、7、我的这条老腿呀，看来是要废了。刘凤鸣，你来做什么？别紧张，我不过是想与父君一起吃顿便饭。我们父子俩已经很久没有一起吃过饭了。你给我滚！你们要干什么？刘凤鸣，叫他们放开！我看真是父君把你给惯坏了。如今我不过
是想与父君一起吃顿饭？难道这你也要打扰吗？夫君，请。这第一杯酒，敬您的好女儿，我的好妹妹，刘峰家最伟大的将军刘风霜。哦，对了，我刚刚收到消息，黑虎帮的人在林家和淄川边境发现了他的踪迹，现已将这个叛族之人成功截杀。双儿，那可是你的亲妹妹。敢问夫君，您又何曾当我是您的家人？您永远对我是一副冷冰冰的样子，就好像随时都要把我给废了。我看您呢，是打心底里就不喜欢我。没错，领兵打仗我不如双，说小偷去我也不如三。可我有我的优点，我有野心，有谋略，可你还是不喜欢我。夫君，您还记得这里吗？您曾下令把我关在这里饿了3天3夜，只因为我打猎输给了双，所以我就连口水都不配喝。在别人的眼中，您是一方霸主，是个大英雄。可是在我的眼里，你就是一个无比残忍的父亲。我知道你并不想要我这个儿子，你刘峰西山不能有这么没用的儿子。你甚至当初还想活活的把我给饿死！你简直是个疯子！你不必搭理他。他这么严厉的对待你，他是对你寄予厚望。刘方明，你想干什么？大哥，我说过，不许打扰我和夫君吃饭。双将军，快请起。这位是我百越军的旧部，这一路多亏有他帮我召集旧部，暗中相助，我才得以顺利返回远京。城里已经打点妥当，您被黑虎帮截杀的消息已经传入宫中。此刻东城门的防守非常的严，西城门的防守非常松懈，我们只要稍作乔装，就可以从西城门混入城中。不，我们要光明正大的进城。将军，这恐怕会闹出乱子。不仅要闹，还要闹出大动静。你命人营造假死的消息，难道不是为了悄悄进城，好让刘丰明措手不及？我只是为了让他恐惧。樱木兰，你去北门，你去南门。飞，西门交给你了。将军。那你呢？我一个人打开东门，我要让那些企图灭亡刘峰家的内贼外敌们知道，我刘风霜回来了。这群反党究竟是怎么办的事？现在什么情况？几个城门都遇到了袭击，根本不知道他是从哪儿进来的，但肯定是他指挥人干的。北城门被人用悬梯而架，一看就是作战部队的手法。南城门起了大火，东城门守军反水，西城门被人强行攻入，像是林家的人。什么？林家的人也来了？这下可完了！你去，立刻召集所有人马，快去！是。怎么就这点人？人呢？把所有人都叫过来！少君放心，这里戒备森严，
刘风霜绝对无法进入。少君，少君，关押家主的地方被人攻击，他们快守不住了。你说什么？刘风霜他回来了？是。你们所有人都去，把他给我抓回来！所有人都去！大大，一定要把他杀了。是。都跟我来！是。收进去，暂未查到家主所在位置。大哥虽然想当家主，但他不敢担上杀父弑君之名。这么做，恐怕是为了报复。报复？地图。多年前，父君曾把他关在这里，闭门思过。所以刘风明很有可能将西山家主关押在此处。那父君那边就拜托你们了。我要去另一个地方。哥哥，哥哥，还记得小时候我们玩捉迷藏，只要我一在外面唱歌，你就会害怕的自己跑出来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你还是那么胆小。你为什么总是喜欢拿走属于我的东西？今天我不会让你把它拿走！你别过来！人呢？快来人呐！他们都让你派出去杀我了，忘了吗？你别过来啊！你过来我就杀了你！来人呐！快来人呐！人呐！来人，把他关起来。姐姐。你受伤了？我没事，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夫君他迟迟不肯出来。夫君，对不起，我来晚了。叛乱已平，哥哥被我关押着，待您处置。这些挡板，我立刻命人拆了。留着吧，一切有因有果，明儿会这样，与我不无干系。双儿啊，把它
送回府去吧。我与他父子不再相见。大人，我们必须要向神皇陛下请罪了。我们先是隐瞒了攻打圣庙失败的事情，远州联盟军叛乱，再到这光明王起义，如今我们又连失3城。这些我们从未和神皇陛下提起过分毫呀，大人。一旦上报事情，你知道等待我们的是什么吗？月亮湾一战，是我杀敌无数，才有了今天的位置。如果现在认输，那之前的努力就都白费了。所以我们必须要打下去，直到赢。大人，有支部队朝我们来了。从哪个方向过来？西南方向。西南方向？西南方向不应该有敌军啊。来的不是敌军，那是头儿，刚刚收到的消息，北族凌不虚正带队前往鲁地大营方向。凌不虚一直驻扎在瓦云以东的西南大营，和鲁地互为支援。二人一旦兵合一处，恐怕咱们就招架不住啊！那咱们该先下手为强啊！不，凌不虚这么一来，我倒是有点心疼鲁地了。头，你打仗打懵了吧？哪有心疼自己敌人的道理吗？西南大营的粮草向来有2处供应，一是由北族境内运输补给，但是线路颇长，相当麻烦，所以另一个主要来源就是鲁地在远州各地的征粮。众所周知，鲁地现在哪有功夫为西南大营运粮呢？前2天，我们在塔林附近截获了一支运粮的北族小队。现在看来，这支小队应该就是去往西南大营的运粮队。没错，所以啊，凌不虚此行不是来增援，而是兴师问罪。既如此，那我们为鲁地祈祷一下。你竟然被远州人打得如此狼狈，连塔林都丢了。这光明王用兵策略确实不一般。都是借口。北族被远州人打得溃不成军，闻所未闻。将军，你准备如何向神皇解释？解释什么？战败。我败了？这还不是？胡说！就那群远州的杂碎想赢我？他们只是一群种地的奴隶，一群狗。是吗？那大人似乎被这狗咬得不轻啊。哎，2位大人消消气，咱们现在应该同仇敌忾，不能让外人得了便宜啊！大人，大人，您请。来，大人。我只是一时大意，上了他们的当。待我重整旗鼓，一定把光明王的脑袋拧下来当酒壶。好，那在下就等着将军告捷的消息了。不过眼下我还要派信使，将将军战损的情况一一核查清楚，好如实的禀告神皇。将军，好自为之。告辞。他林不虚什么东西，敢这么跟我说话？要不是看在神皇的面子上，早把他头拔下来了。大人，
您先消消气。咱们现在最重要的事情还是想着如何打败这光明王。这林将军留下的信使在咱们军营，不日战败的消息便会传回赛戎城。若是神皇知道了咱们再无胜绩，咱们肯定比死还难受。你们的粮草所在何处？快说！大人，下去吧。大人，凌将军命属下前来清点贵部所剩粮草辎重，以及战损情况，还请大人配合告知。阁下准备怎么向神皇交代呀？自然是如实禀报。哎，凌大人，看住林不虚，把所有派驻神堡的人统统杀掉。是。这次要是再输了，就再也没有我的立足之地了。所以光明王必须死。糖葫芦了！哎，姑娘，来一串。边家，你这糖葫芦用什么做的？姑娘说笑了，糖葫芦当然是用山楂和麦芽糖做的啦。哎，我知道了，像你一样甜的麦芽糖。那你生意可好？不买就别打扰人家做生意。你就不打扰了？没事没事，这几天糖葫芦卖得好，我正准备请人帮忙帮我一起做呢。是吗？大人听见这事儿定会开心。下次，慢走，下次。慢走。阿秀什么时候有吃糖葫芦的癖好了？你有多久没在远州看见卖糖葫芦的店家了？再看看现在，远州以前生活匮乏，百废待兴，人们连饭都吃不上，只求能够多收些粮食。但是现在生意重振之后，除了生活必需品，都有糖吃了，说明远州人民的生活越来越富足，有了更高的追求。这可都是大人的功劳。你知道远州现在缺什么吗？什么？春风院。你，哎，站住！哎，我回来了。嚯，什么东西啊？看起来挺沉的。你去采购了？没有，这些都是远州百姓送的，说是给咱们办公用的笔墨之类的。看来布卢村商业恢复的不错啊。不仅是布卢村，其他几个邢台也都陆续开始恢复耕种。根据头儿的策略，休养生息，所以咱们的赋税极低。现在的百姓对于耕种的积极性那是极高。那咱这军费怎么办？咱不需要军费，咱们只需要粮饷、武器、部队开拔、更换驻地等费用。根据现在的赋税，咱们已经足够了，并且还会有点富裕。没想到啊，你还有做参见长史的才华。罗杰，让之前被咱们俘虏的北族士兵去帮忙开矿。在鲁地开启谈判之前，他们闲着也是闲着。成。鲁地会和咱谈判吗？迟早的事儿，而且现在开矿对我们大有益处。其实我已经让袖子营的斥候前往瓦云以西联络商贸了。联络商贸？头儿，你是想和紫川进行边境贸易啊？紫川境内的物资流通章程，导致目前紫川境内物资流通非常困难。同时，我们远州矿产资源非常丰富，有一些矿产种类呢，在紫川境内是非常稀缺的资源，所以这是我们的优势。只是我们只能用金币交易。可是现在咱啥也不缺呀，干嘛费劲干这事儿？要是我们真正的想让远州人民过上更好的生活，我们现在所做的还远远不够。与鲁地一战，我们始终不敢正面面对。
其真正的原因，就是因为远州的基础建设大不如北族，更别说与子川家还有刘封家相比，农业、建筑业的技术、学堂、兵工厂还有医馆，这些一切有利于远州人民发展的东西，我们都要回到子川学习相关事项，以发展远州，这才是我们真正的目的和任务。头儿，你说这事儿，那谁比较合适呢？哎呦，我肚子疼，肚子好疼！哎呀，哎，头儿，虽然我知道帝都的东西好吃，床也舒服，酒也好喝，还有那春风院。头儿，这次说什么你也都不能回去，至少得先把鲁地的事情解决掉。嗯，你们，行，那我们至少先把午饭的问题解决了吧？行。便来了，谢谢老板。老板，这我们没有点啊。啊，送的，几位慢用啊。谢谢啊。头儿，你跟这儿有份子。这面的味道怎么这么熟啊？帝都的味儿。我独家研制出来的配方，交给的这个老板，跟帝都城门口面摊的味道一模一样。我突然发现，我在厨艺方面也颇有造诣啊！啊，怪不得呢。帝都面摊老板可从来不随便给人加肉。快吃吧你！谁再给我来一瓶？几个菜喝成这？整！头儿今天一定特别高兴。你看他什么时候喝过这么多？咱们今天还能吃着子川的面。是啊，谁能想到，远州竟然能发展成这样？可不嘛，咱从帝都滚蛋的时候，也没想到会发展成这个样子。头在这儿找到了它的价值。瓦云，远州军第15队旗领，图瓦，拜见帝林大人。老旗领一路颠簸辛苦了，快请坐。谢大人。您此次回帝都，是回来受勋的？我参军至今已经整整40载，如今述完职，便要告老还乡了。您戎马一生，帝林颇感敬佩。但您应该去领兵司，为何来我书律司啊？大人，素闻书律司公正严明，我这次是来向大人请愿的。这次我还带来了我的一些伙伴，我恳请大人能容他们与我一同请愿。好，那就请他们一并进来吧。
不必了，大人，他们已经在此了。大人也是出自军营，我想军营里的一些不成文的规定，大人也是有所了解。在上战场前，将士们都要在腰带上写上自己的名字，这样即便是丢了脑袋，脸被砍烂了，也能凭着这条腰带找到回家的路，知道是谁家的孩子。这个是陆家，他长得比女娃子都白，也常常因此遭到大伙的调侃。但是他上了战场比谁都狠，临死前他还扑上去，用穿透他胸膛的尖刀刺死了敌军。这个是我的老哥们了，他也守了远州20多载，我们2个人还在军营的后面买了一坛酒，约好了等到退下来痛快地喝一顿。可如今他们都来不了，我只好以这样的方式把他们带到这儿来。身为男儿，自当保家卫国。我们每个人从进军营的那一刻起，就做好了马革裹尸的准备。这么多年来，我看着军营中的将士一个个的倒下去，又一批批的填充进来。瓦云城也在一次次的战事中变换着他的模样，但从我的心里，我从来未动摇过。如今瓦云的修缮工作已经正常进行，军长大人也给战士的家属发下了抚恤，家族不会亏待每一个战士，无论是活着的还是牺牲的。是啊，刚刚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，我们的心里也开心的像过节一样。可是后来，一天天的就开始担心了，害怕了。怕什么？怕瓦云还没有修好，人心就先塌了。大人，我代表为瓦云城失去生命的将士们和依然生活在城里的百姓们，恳请大人去看一看，看一看现在的瓦云城已经变成什么样子了。大人，大人，我愿去瓦云进行调查。老七领请起。老七领放心，过几日就是帝都各统领会议，瓦云的事儿要解决就光明正大的解决。林斌副统领，现在瓦云那边情况如何？在瓦云的正面看，北族的西南大营状态十分平静。这是因为远州境内的反叛事件进一步严重了。远州的那位领袖光明王，带领着远州人反抗北族的统治，所以北族的一线作战部队都被抽调回去镇压叛乱了。你知道那个光明王，他是哪个部族的吗？目前还没有确切消息。哦，远州叛乱以来，最使我们头疼的是北族，但是这个光明王出现了，倒是对我们有很大益处啊！尽快调查清楚，掌握真实的情况。是。明辉在。现在西部情况如何？在西北部的边境，刘峰家的战斗部队已经停止了经常性的挑衅活动，这与刘峰家的内乱有着密切的联系。大人，我认为明辉头领的猜测是正确的。据我在刘峰家的探子回报，刘丰明叛乱之后，刘丰西山很快又接管了刘峰家的政权。只是收拾残局
还需些时日。刘峰家族啊，内乱尚未平息，他政局又不稳。明辉，我们将如何行动呢？属下认为，应该利用这次难得的机会，一举摧毁刘峰家，推进子川家族一统西川大陆的霸业，铲除刘峰家。诸位有何意见？大人，现在固然是攻打刘峰家的好时机，但还需多方面整体考虑，在军事和后勤方面，需要做长期的计划和准备。司义林，在。对刘峰家作战，你有信心吗？单从军事方面来看，要看刘峰家此次内乱对他们的兵力消耗如何，还有我们的部队恢复如何。就目前情况来看，两军相差不多，但是我坚决反对。司仪林阁下，这几年家族损失的军队数量，你们应该有详细的统计吧？没有详细统计过。如果戈大人需要的话，我可以没这个必要。我现在就能给出大概的数字。781年是我们子川家运势较好的一年。虽然在西部吃了刘风霜的败仗，在远州却打了胜仗，一年下来，士兵损伤的人数约为3万，可以称得上正常的消耗。783年开初，帝林大人在远州非常活跃，连战连捷，但我估计5、6万的伤亡肯定是有的吧。接下来就是在平定杨明华的叛乱中，帝都军民损伤程度起码又是1万人。帝林大人，您没意见吧？在远州的叛乱中，雷洪叛变，各省守备军队的损伤，赤水滩惨败，加起来一共有23万军队伤亡。然后北族突袭，这一时期的伤亡资料非常混乱，但总体伤亡之惨重是空前的，军队损失达40万。戈大人，这不是我。司仪林大人，帕义抗击北族的壮举，出战前将近11万的兵力，回到瓦云不到5万。现在资料基本已经齐全，总计，我声明一下，这是按照最保守的资料统计的，还有很多我没有注意到的，可能遗漏了。77万。各位大人，77万。对于各位大人来说，士兵、部队可能只是一个数字，但士兵和部队不是凭空产生的，每一个士兵都是爹妈生、父母养的，把他从一个嚎啕的婴儿养成一个成年的男子，起码需要20年的光阴，耗费的时间和物资都难以计数。本该作为生产主力的壮年男子，被大量的抽调到部队中，消耗在战场上，极大地压缩了其他部门的生产能力，导致生活物资匮乏，物价飞涨，黑市交易泛滥，我们的经济正在萎缩之中。现在如果为了应付危机，短时间内节衣缩食，我相信民众可以忍。但如果是为了争霸天下的虚名，毫无目的的穷兵黩武，将军费赋税加诸于不堪负荷的民众，军费方面的问题，我相信如果是对子川有利，那么民众一定会支持的。那是因为你们在欺骗民众，说一切灾难都是因为外族入侵造成的。一旦开战，兵火连接，伤亡惨重，我们都将成为罪人。到时候我们要怎么向民众交代？家族还有多少个77万青壮年？军长大人，他们可都是我们的血肉同胞。
你说完了吧？会议啊，先开到这儿，大家先休息一会儿。等待时间真漫长啊！会议还没重新开始。大哥，其实我觉得，歌山大人说的不是没有道理。就算他有1万个道理，他也不应该那么说。毕竟，最想打这场仗的人，就是军长大人。因为在远州失利之后，他当然希望后世的史书上记载，军长参星在遭受远州小挫之后，一举歼灭了淄川百世仇敌刘封一族，这是何等的壮举啊！所以他那么急着把明辉和林冰召回来，就说明他下定了决心。但歌山却不识趣。你呢？你想打仗吗？让我打我就打了，但按歌山大人所说，确实是，如果贸然出击的话，到时候和刘封家闹得两败俱伤，北族再来犯，得不偿失吗？你呢，大哥？说实话，歌山想的是民生，我想的是淄川的长期发展。5年之内，如果我们不歼灭刘封家，淄川必亡。什么意思？很奇怪吗？远州之战之前，我们与刘封家平分秋色，到我们失去远州之后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族力会渐渐步入刘封家，不用5年，就会被他们甩在后面。可我们现在战败也不久，兵力不足啊。如果你担心兵源的问题，我倒有个办法。在会议继续之前，我宣布一件事：淄川宁将参加家族事务。今天是他第1次参加家族的决策会议。他长大了，他可以参加家族的事务，为家族分忧了。我不想让他在军队里闲干，到领兵司、督政司去。罗明海、歌山在。小宁以后就在你们属下工作，他有哪些做的不对，你们可以批评帮助他。是。总统领大人、歌山大人，请多指教了。宁殿下冰雪聪明，我们领兵司又多了一位栋梁之才啊。小宁坐下来。好，我们会议继续进行。军长大人，我有2个提议。第一个，我们可以将下次的征兵重点放在远州的难民身上。这个提议很好啊。远州归附北族后，瓦云增加了数百万的流民，这给当地的社会治安造成了极大的隐患。况且我们每个月还要耗费大量的金钱给他们发放补助和食品。没错，我们如果将这些难民的青壮年征兵入伍的话，1个军人就可以养活1个3口之家。就算我们在100万难民中只取40万人征兵入伍，那也相当于我们养活了120万人。而且以我的经验来看，这些难民失去了家园，对于北族只有仇恨，稍加训练就可以成为一队英勇无敌的敢死之士。司仪令纵观全局，考虑很周全，可见是用了心呐。歌山，你有何意见呢？是个好主意，只是大批难民组编成军，至少需要训练1年半载。如果1年半之后我们再打刘封家，我绝不阻拦。我这第2个提议，就可以打消歌山大人的疑虑。我们淄川家不是手里没有兵，而是兵不在我们手中。那你说在谁手里？根据调查，3省台其中23名参使手握私兵，总数达30万人。这个消息确切吗？基本上可以确定。
如若我们将这些私军编入正规军的话，完全可以与刘封家一战。大人，据我所知，家族和三省台的协议当中明文规定，贵族私募兵不允许超过3000。毫无疑问，众位参事已经触犯了法律。如果情况属实，那按家族律法，可以以谋逆之罪。等一下，叔叔。军长大人，各位大人，不好意思打断一下，在您做出决断之前，我是不是可以说2句啊？可以啊。诚如帝陵大人所言，这些参事都已经违反了法令，但是贵族佣兵不能超过3000这一法令，距今已经200多年了。如果不是帝陵大人提醒的话，连我都忘了。这些参事未必就有忤逆之心，所以恳请军长大人给这些犯错的参事一次机会，只要他们肯交出兵权的话，并不予追究，这样子也可以显示家族宽广的胸怀。如果他们不肯交出兵权呢？如果他们拒绝的话，那就交予三省台，由三省台来进行裁决。23名贵族在三省台中只是极少部分，我相信并不会影响三省台做出公正的裁决。而且，我们是不是也可以给予参事们一些适当的补偿，或者说，我们将征用军队的说法改为购调军队，这样子也比较容易让人接受。明殿下想得着实周全，在下也十分佩服。大人，此事是舒律司监管不力，还请大人把此事交于在下，我好将功补过。这事情事出有因，也情有可原嘛。如此情况，我们便决定在难民中招募军队，帝陵可以同步进行调查三省台成员私募军队一事。待征募军队训练完之后，向刘封家开战。大哥，要不是你有2个办法，不知道这个会议要僵持到什么时候。不过你早就有想法的话，为什么不自己说，非要让我说？如果这个军事上的建议由我提出的话，军长大人一定会有所忌惮，罗明海也会多加阻挠。但由你提出来，这就是顺理成章的事儿，谁都没话说。一则呢，可以调整军队攻打刘封家；二则我可以拿回权力，调查三省台。所以你早就想调查三省台了？会议结束之后，我就派葛青前往瓦云调查了。这事跟瓦云有什么关系啊？因为之前有个瓦云的老旗领来找过我。是，托尔知道，他说的情况也都属实。那既然如此，为何不上报？瓦云要隘虽然修建缓慢，但也没有明显疏漏。此事由三省台跟进，我虽统领整个远州，但也无权过问。所以会议之前，你就想调查三省台？没错。军长大人因为杨明华一事，动用了三省台的力量。从此之后，三省台就等于重新登上了朝堂。交出远州管辖权之时，就让三省台损失惨重。他们对军长大人极为不满。如今慈善晚宴之后，他们恐怕又要借着修缮瓦云之名，谋取私利，再利用种种特权，胡作非为。军长大人也不便说什么。所以克制三省台也是军长大人的意思了。我这么做只不过是顺水推舟。我要的是拿回调查权。
不舒服吗？对，我不舒服，浑身不舒服。生病了？鲁地到底在干什么？原来是因为鲁地最近没有来骚扰我们，所以大人才浑身不舒服。对，怪不得我浑身不舒服，原来是太久没打鲁地了。鲁地正养精蓄锐呢，没劲儿打咱们。哎呀，我们兵力不行，而且单兵素质能力也跟他们相差太远，我们不能主动出击，得好好想个办法，让他们主动来打我们。这段时间鲁地确实没攻打布鲁村，但是其他几个城市他可没少骚扰。地图，快拿出来！哦，快拿出来！反了！哦，骚扰周边，看来是要把我们之前攻下的邢台给围起来。哎，这个想法不错，但是这样运粮线路就增多了，消耗增大。这么说，他们很快就没粮了。我晓得该怎么做了，快去把阿泽和李农给我叫过来。好嘞。别动！出来！哎呀！哎，我说，咱不是打鲁地吗？怎么老大让咱们俩跑这儿打地洞来了？这叫钻掘打井。呸！这不是用来灌溉的吗？跟打鲁地有什么关系啊？哎呀，你就别问了，大人怎么说咱们就怎么干。哎，你敢推我你？干活！大人，光明王正在四处派人打井。打井？给我标出来！快点！此处，此处，还有此处。这是要引水灌溉发展农业，彻底扎根了。这个光明王，鼠目寸光，待我形成合围之势，定能将他一举拿下。布卢村周边的路大大小小加起来一共几十条，而这里就是我们的粮仓，所以到底如何避过鲁地的耳目，顺利的从我们的粮仓把粮食运出来？你们俩给我说说，你们的计划。大人，您才是统帅。统帅听属下的汇报不是天经地义吗？现在咱们布卢村周边肯定布满了鲁地的斥候，那也扛不住咱们路多呀。咱们10条路同时运，谁能分得清谁是谁啊？我觉得可行，但是鲁地向来多疑，这个烟雾弹得做得漂亮才行。那就这么办吧。粮仓是我们的命脉，所以你们一定要小心，千万不能让鲁地的人发现了，知道吗？这便是目前属下得到的全部情报，请大人定夺。大人，这对方派出了10几辆运粮车，这方向还各不相同，这定是为了扰乱我们的视角，让我们分不清哪一条才是通往粮仓的路。属下以为，我们应该派出10几路人马，这宁可费力，也不能错过呀。不急，你派人接着探，有消息及时汇报。大人果然神机妙算呀！白天，他们放出的那10几队运粮车，定是他们放出的烟雾弹；晚上，夜里隐蔽食物出动了，才是真正的粮车。想那光明王前几日还在挖井打泉，可曾想到今天
会被我们来一个后院起火。大人，咱们接下来怎么办？是。大人，大人，大人，大人！哎，白川，你干什么呀？你盖这个白布干什么？我还以为你挂了。哎呀，这个远州啊，天干物燥的，待了数日，这个脸就跟沙漠一样。这是我自创的贴面补水法，要不你也试试？前线传来消息说，鲁地已经率兵跟着罗杰往粮仓的方向去了。大人尽快出发。哎呀，不急不急。白川，不是我说你啊，你一个姑娘家的，也不知道好好保养保养。哎呀，缺水的话容易长皱纹，而且还会变老。还好咱们提前打了井，现在有充足的水源。子川秀，军机不可延误。你要是再这样的话，就别怪属下以下犯上了。别急嘛！你看，这个缺水还容易脾气暴躁。你看鲁地那个暴脾气，一看就是缺了很多水啊。哎，在远州连夜赶路，很多士兵估计连脸都没机会洗一把。赠人玫瑰，手有余香。既然咱们打了井，就应该照顾一下邻邦，尽一下地主之谊，对不对啊？